咱们常觉得金融史就是一堆冰冷的数字，枯燥又乏味。但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大大的真相，金融从来就不是钱自己玩的游戏，而是人性和文明一场又一场的较量。人性嘛，就是想追逐更高的利润，敢于冒险；而文明呢，则想方设法立规矩，防止社会陷入混乱。就在这你来我往的拉扯中，才一步步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融世界。你现在纠结的，比如股票该不该买，房贷利率涨了怎么办，这些问题啊，老祖宗们早就遇到过了。你看，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，想多赚点利息，不就是我们想理财增值吗？说到底，金融的起点正是这些真实的人性需求，以及为了满足他们，文明世界一点点搭起来的规则框架。战谈古人是怎么在信任和规矩里一步步把金融的底子打牢的。一金融的源头，一板上的信用与法典里的规矩。聊金融的起点，咱们得先打破一个误区，不是有了钱才有金融。翻开最古老的证据，你会发现金融的第一块拼图色心就2个字，信用。那是公元前800年左右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，他没发明像样的货币吗？想象一下，一块出土的泥袋上写着库兹拉姆从太阳神夏马什那里领了38手扣了白银，收货时要连本带利，利率 20%。 你可能会好奇，为啥是泥板？简单啦，粘土在当地遍地都是，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，这不就是古人的信用凭证吗？借贷都在熟人圈子里赚，但只要刻在泥板上，就算借贷双方翻脸，旁边人一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的。这说明什么？金融的起点真不是钱生钱，而是我相信你能还。这些泥板可不只是简单记账，有的还写着周果还不上就用小麦抵债，甚至还不上就得当3年奴隶。瞧，这不就是最早的违约处理规则吗？从一开始，信用就和规则紧紧绑在一起，但光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，比如有人借了粮食，却故意把利息抬到离谱，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，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？于是文明出手了，大名鼎鼎的汉谟拉比法典。这部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就专门给金融画了条红线，借谷物最多收 33% 的利息，借白银最多收 20%。 更狠的是，要是有人敢超收利息。为啥这么严？因为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太爱喝啤酒了，40%的小麦都用来酿酒，要是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，不光没人酿酒，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。所以这些规则的意义不是为了扼杀金融都被贪婪破坏，让借贷能长长久久地做下去。金融又玩出了新花样，有点像咱们今天的期权。书里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，泰勒斯，他被誉为第一位哲学家，他还是个金融高手。有一年，泰勒斯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，就提前去找农民谈，我先付点定金，你们所有榨油机的使用权都归我。结果第2年果然大丰收，农民们想榨油只能找泰勒斯租机器，他靠这一波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操作看着简单，其实藏着最早的金融思维，用定金锁定未来的资源，期货期权。雷登现在买期货期权，而且泰勒斯敢这么干，是因为农民信他会按约定付钱，农民愿意签也是觉得就算丰收。您看，信用始终是底子。咱们再回头想，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，古人把利息的说法都和生育有关，这不是古人浪漫，是真事儿。你借出去1头牛，明年可能就多1头牛犊；借出去1袋小麦，明年能收回来2袋。利息就是补偿出借方耽误的收成。所以最早的利息
而是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。这本身也是规则的一部分。你帮了我，我得让你不吃亏。讲到这里，金融的源头就清晰了。信用是地基，没人愿意借东西。规则是承重墙，没有规矩，贪婪会把信用拆塌。但问题来了，到了中世纪，欧洲突然冒出个利息禁令。基督教说收利息是赚上帝的钱，这直接把之前的规则给否了。那商业要发展，人要借钱办事，该怎么办？这就到了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。中世纪的金融是怎么在宗教禁令里绕着弯子找活路的？中世纪的潜规则，禁令下的金融智慧。金融的底子是信用加上规则。可到了中世纪的欧洲，这套逻辑突然被打破了。宗教站出来说收利息是犯罪，就像给正在发展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。但再严的规矩，人要做生意，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到活路。这就是中世纪最有意思的博弈，一边是宗教的道德枷锁，一边是商业的生存需求，两边拉扯着，反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。基督教的利息禁令有多严呢？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就明确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。过了500多年又加码，直接把放贷的人逐出教门。教会的理由听起来挺神圣，收利息就是拿上帝的时间赚钱，而且钱本身不会生钱，收利息是不劳而获。可现实呢？国王要打仗，商人要运货，农民要种庄稼。比如12世纪的意大利，商人要把丝绸从威尼斯运到布鲁日，得租船雇人，少则几千金币，自己拿不出只能借。禁令再严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呀。于是教会自己先开始妥协。1215年的第4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，教会说，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，收点罚金，不算利息。这其实就是换了的说法，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。后来更直接，卖赎罪券，你放贷赚了钱，这等于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。教会自己也没完全守规矩，比如教皇克雷芒7世出身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，直接发行教廷公债，每年付 10% 的利息。毕竟教会要盖教堂，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，这说明再严的道德禁令，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，也得给现实让路。那普通人要借钱找谁呢？犹太人成了突破口，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，但借给外邦人可以。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是少数群体，不能买土地，不能当公务员，只能靠商业谋生，放贷给基督徒。这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，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。莎士比亚《威尼斯商人》里的夏洛克，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，他要1磅肉的极端做法，其实是当时犹太人放贷时的无奈。他们没有土地做担保，只能靠这种极端约定保障自己的本金。当然，也有基督徒偷偷放贷，比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，但地里给国王放贷，只是用贸易利润的名义掩盖利息。大家都在绕着禁令走，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，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，比如等你卖掉再给我钱，我多要的那部分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的利息。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，只要开一张汇票，这可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。为啥能做到？因为伊斯兰世界横跨欧亚，商路广，交易多，必须有方便的金融工具。禁令只能倒逼他们想更聪明的办法。还有个关键突破被提技术层面的2位大神，斐波那契的阿拉伯数字和卢卡帕乔利的复式簿记。之前欧洲人用罗马数字记账，算的加减都得用算盘，根本算不清复杂的生意账。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带到欧洲，改写了计算制书，教大家用数式算账。
后来卢卡帕乔利又搞出富士布记，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，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。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，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。只有算清账，商人才能攒下信用，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。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，反而在博弈中长出了新本事，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，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。这些积累可不是白来的。等大航海时代一到，商人们要支持哥伦布达伽马去开辟新航线，需要的就不是小数目了。这时候就得靠这些中世纪攒下的金融经验，才能聚起大笔资本。这就到了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大航海时代，资本是怎么跟着船队去全世界冒险的。3. 资本的地理大冒险，用白银丈量世界。上一部分咱们聊到，中世纪的商人靠着绕开禁令，学会了算清账，他们会用汇票跨区结算，能靠富士布记计算生意盈亏。可这些本事到了大航海时代才真正派上大用场。哥伦布、达伽马这些探险家敢闯大洋，可不光是靠勇气，背后更是资本在赌一把。他们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，这就是资本的地理大冒险，敢花钱，为的就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。先说说这场冒险的诱饵，胡椒。现在咱们觉得胡椒就是普通调料，但在16世纪的欧洲，它比黄金还金贵，得从印度、东南亚运过来，中间要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，每过一到手，比如印度产地的胡椒，到了威尼斯商人手里，价格能涨10倍，再卖到欧洲内陆，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。这时候商人就琢磨了，要是能绕开伊斯兰中间商，直接从产地运胡椒，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吗？所以开辟新航线的需求，本质上就是资本想赚大差价的需求。没有高利润诱惑，谁也不会拿大笔钱去赌远洋航行。那钱从哪儿来呢？这就要看哥伦布的创业操作了。他不是咱们想的孤独探险家，更像个找投资的创业者。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，不投又找法国贵族，人家不给兴趣，最后才找到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。直到哥伦布磨了好几年，还承诺找到新陆地，西班牙能分一半收益，女王才咬牙拿出钱。这和现在创业公司融资多像啊，创业者画饼，投资方评估风险，最后看收益预期才掏钱。而且哥伦布很懂并置方案，跟西班牙说能找到通往亚洲的捷径，跟法国说能发现新的经营产地。这种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，放到现在的风投圈也照样能用。等新航线真的打通，资本的连锁反应就来了。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。1545年，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波托西银矿，之后又在墨西哥找到银矿，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。书里算过一笔账，美洲殖民地出口的商品里 95% 都是白银。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，以前一个金币能买100斤小麦，现在只能买25斤，这对社会的冲击可不小。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，却买不到以前那么多东西，慢慢就破产了。他们用白银进货，再把商品高价卖出去，差价越赚越大，资本就这么悄悄改变了社会结构，旧贵族退场，新商人崛起。这也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大改变。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的分配。还有个有意思的细节，就是美元的老祖宗。在美洲白银没发现前，欧洲有个叫泰勒银币的东西，是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做的，成色好，分量足，成了欧洲通用货币。后来这银币传到西班牙叫 Dollari， 传到英国成了 Dollar， 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美元，甚至咱们的人民币元、日元都和这个银币有关。你看，货币从来不是凭空来的，
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跑的。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。不过要注意，这场资本冒险可不是稳赚不赔的。比如有商人投资船队去印度运胡椒，钱全打了水漂；还有人赌白银会继续涨价，囤了大量白银，结果后来白银太多，价格跌了，反而亏了。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。资本愿意冒这个险，是因为一旦成了，收益能翻几十倍。咱们再回头想，大航海能成功，其实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应用，让商人能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和利润，让他们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在美洲、欧洲之间就能结算，甚至中世纪犹太人的放贷逻辑，这些以前攒下的金融基本功成了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。但问题也来了，远洋贸易需要的钱越来越多，一艘船、一船货、一船人，成本比中世纪的陆地贸易高10倍，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不够。这时候资本就需要新的组织形式，能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，才能分摊风险的形式。于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，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就快登场了。这就到了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是怎么让资本聚沙成塔，又怎么催生出第一次金融泡沫的次资本的双刃剑。东印度公司与郁金香泡沫。大航海时代的资本急需一个聚沙成塔的办法。远洋贸易一趟要花几十万荷兰盾，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不够，而且船沉了或丢了，谁也扛不住这个风险。这时候荷兰人拿出了2个改变金融史的发明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。他们就像资本的双刃剑，一方面解决了凑钱加分摊风险的难题，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，另一方面却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，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。先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度突破，有限责任。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，比如你投了100吨开贸易公司，要是船沉了，欠了500吨债，你得卖掉房子、田地，凑够500吨还账，等于一次投资补上全部身家，这谁敢轻易投？所以以前的公司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，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，它明确规定股东只赔自己的出资额，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，不用卖房子，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。以前只有大富豪敢投资，现在普通公教店主也愿意拿出积蓄，反正亏了不影响生活，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。书里算过，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时募集了650万荷兰盾，相当于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10倍。要是没有有限责任，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。而且这家公司还有个更绝的设计，它长期事业运营。以前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，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一个长期项目，股东的钱能长期用在开辟据点、垄断胡椒贸易上。这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，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，比如在印度建商馆，在马六甲海下拦香料船，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。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，它的股票才有了交易的价值，这就为交易所的诞生埋下了伏笔。接着看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，有了能长期持有的股票，股东想提前退出怎么办？比如有人急用钱，想把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换成现金，总不能挨家挨户问要不要买股票吧。于是1602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成立了，就开在东印度公司旁边，专门交易它的股票。这地方不只是卖股票，比如有人觉得明年胡椒会涨价，
东印度公司股票会涨，就提前约定明年以现在的价格买股票。周人怕股票跌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。书里说，当时交易所里连荷兰的盐渍飞鱼都能做期货交易，鱼货还没逮牢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。这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的逻辑一模一样。但制度的另一面，人很快就露出来了。郁金香泡沫，17世纪30年代，荷兰人突然开始疯狂炒郁金香球茎。普通球茎能卖几十吨，稀有的总督球茎能卖2万吨，相当于当时一个工匠10年的工资。因为有限责任，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。交易所让球茎交易像股票一样方便，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，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。书里记载，1637年2月，球茎价格突然崩盘，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茎发财，晚上就血本无归。这就是泡沫的本质。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，就会被放大，之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。不过要客观地说，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无意义，光有巨钱的制度还不够，还得有防投机的规则。比如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，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，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。到这里你会发现，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、怎么流动的问题，但新的难题又来了。国家要打仗，城市要防火灾，商船要避海盗，这些大风险谁来扛？单靠公司和交易所不够，需要能对冲大风险的新金融工具。这就到了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，什么又是怎么给大风险定价的？5分摊风险的艺术，国债与保险的诞生。上一部分咱们聊到公司和交易所，解决了资本怎么聚集和流动的问题，但还有2个大麻烦没解决。国家要打大仗，动辄要花几百万英镑，单靠国王自己的钱根本不够。商船出海运货，万一遇到风暴沉了，或者被海盗抢了，船主一辈子的家底就没了。这2种风险都太大，单个机构或个人扛不住。这时候国债和保险就登场了，不是消灭风险，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，卖给很多人。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的投资者，团主把海上风险分给上千的投保人。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。先说说国债的诞生，本质上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。在这之前，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，打赢了可能还点。比如1672年，英国国王查理2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，直接宣布不还了，这就导致没人敢给国王借钱。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可能赖账的人呢？直到1688年，英国光荣革命，议会通过权利法案，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，也不能随便赖账。法案里写得很清楚，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，这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，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。1692年，英国专门出台国债法，把以前国王的私人债务变成国家欠大家的钱。他发明了统一公债，不分偿还期限，每年固定给利息，想变现了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。以前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，现在知道议会担保能随时卖，纷纷掏钱买国债。书里说，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，全靠这套靠谱规则。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机会，投资者自然愿意接，而且国债的设计还很灵活。比如英国曾发行过彩票型国债，台100英镑国债，不仅每年有利息，还能参与抽奖，中了能拿额外奖金。
这种又稳又有机会赚更多的设计，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，连街边的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，国家轻松凑够了军费。风险越大，国家就越要给投资者更多甜头，才能让大家愿意一起扛风险。它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。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在古希腊就有了，船主想借钱买货，要是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高利息，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了。这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，只不过那时候还没形成正规制度。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。1687年，爱德华·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，水手、船主、商人都爱来这歇脚。水手能打听哪片还有海盗，船主能找同行聊行情。慢慢的了，有人开始在这赌船能不能安全到港。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说，要是我的船安全到了，这箱归你们，要是沉了，你们赔我船钱。这些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，在保单上签名确认，这就是劳合社的前身。书里记载，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，要是船真沉了，但还是有人愿意干，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，保费能攒下不少，这就是保险的本质。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，大家一起扛住担得扛不动的风险。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的寿命，比如苏格兰的2位牧师看到同事早逝后，离生孩子没人养，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，有人去世了，就从基金里拿一笔钱给遗属。他们还很聪明，算清楚平均多少个牧师会去世，每年该交多少钱，这就是最早的精算，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算钱。不过早期的生命保险也走歪过，有人拿名人的寿命打赌，比如赌某个国王活不过明年，是赌博了。后来才规范成只能给亲属或有利益关系的人投保，避免有人为了赔钱故意搞事。国信都是信任加上规则，国债要靠议会担保，税收兜底，保险要靠精算数据，契约精神，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。但问题又来了，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，贸易范围越来越广，金融中心开始转移。阿姆斯特丹因为被拿破仑占领，后来美国崛起，金融中心又慢慢移到纽约。这些中心转移的背后，其实是谁的规则更靠谱，谁能更好地聚集全球资本的较量。这就到了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，金融中心是怎么从阿姆斯特丹转到纽约的，战争在这中间起了什么关键作用。6资本的迁徙，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。上一部分咱们聊到国债和保险，解决了大风险怎么分摊的问题，但有个更核心的逻辑藏在背后，资本永远跟着安全加信用走。有的城市会失去金融中心地位，不是因为谁的军队更强，而是因为谁能给资本安全感，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。这个过程就像资本的迁徙记，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，都是战争在洗牌，而最终掌握权的主动权的永远是那个让资本放心的币。先说说第一个转折点，阿姆斯特丹的衰落。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的心脏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在这交易，霍普商会能帮瑞典、俄罗斯发国债，犹太金融家们带着汇票和账本在人根本伦巴第街扎了根，都被拿破仑战争打碎了。拿破仑不仅要征重税，还想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。资本最怕什么？怕被强征，怕没保障。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，有的去了伦敦，有的去了汉岛。1795年法军占领荷兰，书里说1806年拿破仑把荷兰改成荷兰王国后，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交易量只剩以前的1/10。
没了资本信任，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。接着是伦敦的崛起，它赢在靠谱的规矩加上安全的环境。拿破仑战争期间，英国一边打仗一边还能让资本安心。首先，不管战争打得多凶，每年的利息从不拖欠，投资者知道买英国国债不会亏。其次，牛顿当年病的金本位制开始起效，英镑能稳定兑换黄金，不管你在欧洲哪儿，比法国法郎靠谱多了。更关键的是，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，权力法案明确，国王不能随便赖账，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。比如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那给美国，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，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着发行债券打钱凑齐。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的资本，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？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2次世界大战打垮了。第1次世界大战，英国为了筹军费，还向美国借了大笔钱。以前英国是债权国，战后变成了债务国，把美国靠卖军火帮欧洲国家发债，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。华尔街的手续费赚得盆满钵满。到了第2次世界大战，伦敦被德国轰炸，交易所好几次停市，资本怕被炸没，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1倍，而伦敦的股票市值跌了一半。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，美元和黄金挂钩，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，伦敦彻底失去了钱的主动权。不是英国不想争，是战争让他失去了信用加安全这2个资本最看重的东西。咱们得搞清楚，金融中心的主动权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，是靠让资本愿意来。阿姆斯特丹有过东印度公司和交易所，但战争毁了安全。伦敦有过金本位和靠谱国债，但2次大战耗光了信用。纽约2次世界大战没烧到本土，泰套发债赚了信用。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，自然就接触了资本的主动权。不过掌握主动权也不是一劳永逸，纽约成为中心后，很快就遇到了新问题，美元霸权带来的贸易逆差，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，后来的尼克松冲击，这些都让现代金融体系开始动荡。这就到了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，现代金融体系是怎么在规则与贪婪中摇摆的。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，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，本质都是主动权背后的规则出了新挑战。7. 永恒的博弈，规则与贪婪的拉锯战。上一部分咱们聊到纽约靠着安全加上美元霸权，接拨了金融中心的主动权，但资本的野心从来不会停。二战后建立的现代金融体系，从一开始就陷在规则防贪婪，贪婪破规则的循环里。现代金融的所有风波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2008年金融危机，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，贪婪却总在找漏洞，而每次博弈的结果，要么是规则升级，要么是体系动荡。先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说起，这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。1944年，44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约定，美元跟黄金挂钩，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，大家都按固定汇率做生意。这套规则的初衷特别好，就是为了避免像2战前那样汇率乱涨乱跌，让国际贸易能安稳进行。可规则刚运行20多年，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。当时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，印了太多美元，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，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，美国拿不出。1971年，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不跟黄金兑了，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崩了。这就是博弈的第一个回合，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，但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直接突破了规则，留下一堆烂摊子，汇率开始自由浮动。
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，直接把油价涨了3倍，这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。接着看日本的泡沫经济，这是规则跟不上贪婪的典型。1985年广场协议后，日元被迫升值，日本出口生意不好做，政府就开始放水，降低利率，鼓励企业和民众借钱，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，逃去炒股炒房，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，连银行都不管风险，只要有土地做担保就放贷。书里写，当时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。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，大家都觉得泡沫不会破，可规则在哪儿呢？日本当时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，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，等政府想加息降温时，泡沫已经太大，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，这说明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，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再打跟头。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，这是规则被贪婪钻了漏洞的典型。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，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3、得级，然后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。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，却还拼命放拼命卖，因为卖出去就能占手续费，风险是别人的。贪婪到这一步，规则却没跟上，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，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，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，银行倒闭，基金暴雷，全球都跟着亏。书里提到美曼兄弟破产时，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 GDP 还大，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，不仅自己玩崩，还得拉着全世界买单。但博弈不是只有贪婪赢，比如2008年后，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3，要求银行多存资本金。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毕格尔法案的规定，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业务，一边搞高风险投机。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，不让金融机构搞刚兑。这些都是规则在跟贪婪博弈后慢慢补上的漏洞。不过要清楚，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。现在的加密货币下发稳定币，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挣快钱，而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，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。这就到了咱们最后要聊的，我们能从这场永恒博弈里总结出哪些不会变的规律？毕竟看懂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事实，是为了在未来的博弈里不被贪婪冲昏头，也明白规则的真正意义。8历史的回响，金融的3个不变真理。聊完这么长的金融史，而是要抓住那几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。这些真相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里，藏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里，也藏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里。第一个真相，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，是信用。你看最早的泥板借据，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给别人，不是因为白银多，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。英国的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，不是因为英国军队强，是议会担保。现在咱们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，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路，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。信用这东西很虚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一旦没了，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得塌。就像阿姆斯特丹，法军一破坏他的信用，资本立马跑光。就像2008年的次贷，银行骗大家债券安全，信用破了，整个市场就崩了。对咱们普通人来说，不管是借钱给朋友还是自己投资，先想想这时的信用在哪，这比想能赚多少钱更重要。第二个真相，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，别指望能彻底消灭。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，金能翻倍的荷兰人，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能躺赢的日本人，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，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，别人都在赚，
这不是制度的错，是人心里的从众和贪婪在作祟。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，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。历史上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束手无策。关键在于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，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。就像当年买郁金香的人，要是知道球茎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，也不会血本无归。第三个真相，金融不是洪水猛兽，是文明的加速器。咱们总说金融搞坏事，但别忘了，没有资本支持，哥伦布到不了美洲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，没有国债，英国打不赢拿破仑，没有保险，商船不敢闯大洋，咱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。金融的本事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，把不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。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，帮国家修铁路，帮科学家保研发。所以它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，而是怎么用规则管着它，够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，让它服务于真实的社会需求。就像富士不急帮商人算清账，保险帮船主扛风险，这些才是金融该有的样子。说到底，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。太放任人性，太死守规则又会耽误发展。咱们看懂这些真相，不是为了变成金融专家，而是为了在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时，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。在别人都抢着投资时，能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儿。毕竟金融是为了让商们为钱焦虑，这才是读金融时最该有的收获。好啦，这本世界金融史的解读就到这里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恭喜你又听完一个关于金融的精彩故事。